玄学小师弟，订阅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是玄学小师弟。十几年前的一个故事了。那时候我还是个少年，每年都要出去浪荡几个月，有时候在西藏，有时候在南疆，更多的时候在云南。云南美女多，尤其是大理洱海畔的白族姑娘，带着点羞怯给你敬上煮米酒，然后像小鹿一般跑开了。米酒飘香，洱海浩浩荡荡，远远地走过来一艘小船，远处有姑娘低声唱着山歌，空气中弥漫着甜丝丝的微醺的味道。西藏女孩大胆泼辣。有一年我在藏南旅行，从山崖上跌下去，摔断了脚踝，只能在藏族老乡家养伤。藏南很荒蛮，经常去狩猎，狩猎到猎物就彻夜狂欢，吃着烤肉，喝着青稞酒，大家围着篝火跳舞。我没法参与狩猎和跳舞，只好给他们讲故事。有个漂亮的藏族姑娘最喜欢听故事，扑闪着大眼睛，紧紧偎依着我，篝火映得她的小脸红扑扑的。第二天，他们德高望重的老族长把我叫到祠堂，郑重其事跟我谈说他女儿看上我了，我要是娶她可以陪嫁我40头牦牛，还有一片山头的羊群，还有新疆的哈萨克族女孩。他说他们这里只有烈酒和爱情，那也是年少时期发生的故事。当时我在南疆旅行，知道南疆的人都知道这里主要是沙漠和戈壁滩，一望无际的大沙漠，周围安静的连风声都听不到，那是一种无穷无极的孤独。就在这样的地方，我遇到了一个客栈，是的，真真实实的，彻头彻尾的一个客栈。客栈叫做江南人家，典型的江南风格，白墙黑瓦，门口2道横幅，人生如逆旅。我意识行人风格鲜明强烈，在这样的地方非常奇怪。要知道这里可是戈壁滩，距离最远的县城也要好几百公里，这里要不然就一丝风都没有，要不然就一口气刮上半年的沙尘暴，一年到头都看不到一个鬼影子。怎么可能会有客栈？在当时那种情况，别说是客栈，哪怕是魔窟鬼洞都得钻啊，只要不是海市蜃楼就行。当然了，这里要是妖怪洞窟，那我希望洞主是一个长腿大胸的美艳女妖。还好，虽然没有长腿大胸的妹纸，好在还有蜜甜甜的哈密瓜，香喷喷的马奶酒，以及整洁干净的床铺。吃饱喝足，我长舒了一口气，坐在客栈门口的躺椅上，舒舒服服地看着大漠风光。过了一会儿，店主也出来了，坐在旁边的躺椅上，也淡淡地看着远处，仿佛在期待着什么。这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，待人温和谦逊，像衣着一样熨烫的妥妥帖帖，没有一丝烟火气。这当然是一个有故事的人，但是他不说，我也不问。新疆天黑的晚，太阳往往9点10点才会落下，在沙漠中渲染出层层的血色黄昏。远处是层层叠叠的大沙漠，高高低低的小沙丘，一排排斜着的枯死的活杨树，喝着马奶酒，抽着墨盒烟。这时候人挨得最近，最容易讲故事。等太阳差不多完全落下山去，店主轻轻叹了一口气，满眼失望。我有些奇怪，问他等人，他点点头。我笑了，是爱人？他点点头，满脸幸福。我也笑了，是汉人吗？我的本意是问他等的那个女人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，毕竟新疆的少数民族最多。没想到他却犹豫了一下，低声说了一句，他好像不是人。我吓了一跳，差点从躺椅上摔下来。他却没有理睬我，也许是压抑得太久了。他沉默了一会儿后，拿出了2个旧的陶瓷杯，烧了一壶茶，和我讲起了他的故事。他说我姓白，是苏州人，祖籍在江东宜兴。江东宜兴从明清2代开始兴起了许多江南望族，像楚蒋、任臣、吴史禄等大姓。我奶奶家属于关岭蒋氏，并不属于江东传统的望族，而是从徽州迁过来的。徽州人精重科举，清代宜兴县城南门大人像蒋鄂家族及徐悲鸿前妻蒋碧薇女士，她家族为宜兴名门大族，始祖为汉代韩廷侯，就是出自他们那一支。中正蒋介石先生家也是从宜兴迁移到奉化去的，和我们算是一脉相承，一直都有走动。后来中正先生收复上海青红帮时回乡筹款，也是我们家族主要支持的。后来中正先生去台湾之前，我们就得到了消息，整个家族迁到了南洋。我是在南洋出生的，南洋理工大学毕业后就接手了家族生意，一切都很正常。我那时候还年轻，一心想让家族生意再上一层楼，所以成天想谋划一些大的东西。这时候同乡会告知中国政府正在招商引资，鼓励海外华侨回家兴办企业，在税收和政策上都给予支持。我兴致勃勃地回去，政府当然很欢迎，把我们家的祖宅也还给了我们。那是苏州一座拥有好几百年历史的大宅院，据说在修建宅院的时候，有18只仙鹤飞来，绕着宅院飞了3圈，所谓当时被称为蒋家花园。后花园极大，有荷包粗的月桂树、石榴树，有垂柳，有龙爪槐，有大片大片的夹竹桃，有层层叠叠的玉兰花，有假山流水嶙峋的怪石。我一直是住洋房的，
第一次住在这种古色古香的地方，想着这是我祖辈生活奋斗过的地方，充满了一种别样的满足感。在我来之前，我们家老太太再三告诫，在我们家院子里有一棵300年的月桂树，他们临走前在树下埋了一面战国时期的法镜。我到了宅子后，一定要把古镜挖出来，悬挂在中门处。这古镜是辟邪的。据说这种修建了几百年的老宅子都是风水极好的，而且由于一个家族几代人住着，会有一些运气萦绕在上面，所以一些邪灵精怪等喜欢藏在这里作为诱惑。我当时刚到这里，每天都有好多宴请应酬，所以忘了这件事情。后来有一天晚上，我就听见院子里传来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，于是披衣下床。那天晚上有很好的月色，月光明晃晃地照在地上，像在地上凝了一层白霜。月光下，我就看见一个纤细的小姑娘拿着一把大剪刀，哼着奇怪的歌谣，在给月桂树修剪枝丫。剪完了下面的枝叶，她够不到上面的，索性爬到了树上，像一只树懒一样吊挂在树上修剪枝叶。但是她太笨了，还没有碰到树枝，就从上面掉了下来，然后在下面嗷嗷叫嚷。我忍不住笑出了声，她却非但不怕，还挥舞着拳头吓唬我。小家伙说他是我隔壁的邻居，因为我们家好多年没人，他实在看不下去，所以仗义爬墙进来帮我们修建一下花草了。最后小家伙逼着我给月桂树、石榴树修建了枝叶，又给花花草草浇足了水，才放过我。我当时也没多想，她毕竟只是一个小女孩，看起来也就是13、14岁的年纪吧。后来我就在这里住下了，也和这个小朋友交上了朋友。小朋友古灵精怪的聪明，决定会下围棋，弹古琴，还会画国画。他有一天在我父亲收藏的名画《8大山人的美人图》上给美人添了几撇小胡子，因为他觉得这个美人没穿衣服简直无耻，所以添上胡子以戒之。又给一幅明代画作《独钓寒江雪》，上面老渔翁空钩上添了一条大红鲤鱼，因为他觉得老渔翁大雪天钓鱼也不容易，好歹给他点收获。偶尔他兴致高了，也会让我抱出古琴，亲自给我弹一曲曲子，声音高昂幽怨，似有金戈铁马之音。他弹的曲子我从未听过，后来查了许多曲谱，也从来没有记载过。他自己说这是古曲，你们这些凡人是不懂的。我当然爱上了这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，但是那时候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，早已经娶亲生子，而且继承了家族生意，已经不能像一个少年那样率性而为了。我觉得他肯定也知道这些，只是他从来不问，我也从来不说。后来我的夫人也听说了一些流言蜚语，抱着孩子来这里住了3个月。我的老母亲也从南阳打来电话，说她是一只狐狸，今天要往我们蒋家，让我赶紧挖出来古镜，再请高人做法。我不置可否，淡淡说了几句就挂下了电话。3个月后是一个月圆之夜，他抱着一大坛酒和我对饮。他说江南人家的古老风俗是在生了女儿后，在院子里种一株香樟树，在树下埋一坛酒，待女儿长成枝叶蔓延墙外，树冠如瀑，过往的路人就知道了呀，这家有个待嫁闺中的女儿。及女儿出嫁，便把香樟树伐倒，做成3个箱子，一个装珍珠首饰，一个装绫罗绸缎，一个装蚕丝被褥，然后将香樟下埋了20年的酒取出，拍开封口大宴宾客，这酒就唤作女儿红。他满满的倒了2碗酒，对我妩媚一笑，客官，这可是我们蒋府花园埋了300年的女儿红，让我敬你一杯吧。我们就喝酒。他说其实没关系的，能够和你在一起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他说我其实早就知道，太美的东西往往很难长久，像暗夜中盛开的焰火，像富士山下怒放的樱花，像西湖断桥上的残雪，一瞬间的美，却已用尽了全力。就像许仙和白素贞在断桥上相会的那一刻，便决定了他们的命运，无关法海，甚至无关爱情。他就问：你爱我吗？我说对不起。他就笑了，没关系的，我们和你们人类不一样，我们只要有爱就够了。他说我叫江南，请一定记住我的名字。他说让我给你跳一支舞吧。他闭上了眼，淡淡的说，我永远记得那个水气泱泱的院子，那棵月桂树下，那一坛女儿红，浓郁的月桂花香气，清冷的月光，那一个心细的小姑娘在月下翩翩起舞，构成了永不磨灭的回忆。后来她就消失了，我疯狂找遍了全城，却发现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小姑娘，更不知道她出自哪里，去了哪里。我从此大病一场，老母亲从南阳赶来，便请天下高人捉那狐妖。我却只问高人一句话，他到底是人是妖？高人说这是一只修行了300年的小狐妖，在这里已经居住了上百年了，所以说和他是邻居，倒也不错。我心里一暗，想着小姑娘拿着那坛老酒，说是自己的女儿红，不由眼泪落下来了。我又问她为何离开，
高人说，江南自古灵秀山水，终是灵蛇鼠蚁，花木古藤皆可成精。你们这所老宅气运压身，所以他在此挡灾。后来也许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离开了。我问，那他还会不会回来？高人摇摇头，他自小在这里长大，你们的气运也是他的气运。离开这里后，灵气外泄，就会遭五雷轰顶而亡。他一定遭遇了非常大的变故，让他不顾一起离开，连命都不要了，所以他一定不会回来了。我又问，那他去了哪里？高人说，天下灵虎出南疆，他应该是回南疆去了。我重谢了道人，回了一次南阳，将家产生意全部移交，告别了妻子儿子，洁身一人去了南疆，修建了这一所客栈。客栈店主望着落日，最后说了一句，我也不知道那个道人是不是在骗我，也许他是我母亲找来骗我的，但是没关系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就会在这里等他。我只想告诉他，暗夜中盛开的焰火，富士山下怒放的樱花，西湖断桥上的残雪都会慢慢消失，但是那美好的瞬间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，而且永不凋谢。他慢慢走了，我坐在躺椅上，看着夜幕降临，繁星如豆，回忆着江南那一切，闭上眼，仿佛闻到了浓郁的月桂花的香气。月光高高升起，紫色的浮萍在湖面上舒展开，蟋蟀和不知名的虫子在草丛中率性的叫，一只鸟低低的飞过去。突然觉得自己老了，突然有些想你了。